留下的没遗憾。前辈，霍天都，你忘了我们曾经许下白头之约？为什么你还要抛弃我俩的约定，另娶他人？我当时身负重伤，失去记忆，要不是入影救了我，我早已不在人世。这份救命之恩，我不能不报。借口！就为了报恩，所以你就可以昧着良心抛弃旧爱，迎娶新欢，这算什么报恩？你告诉我，这算哪门子的理由？你告诉我！我真的对不起你。身上这套衣服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是我爹的衣服。你爹？天都，你是霍天都的女儿。前辈，造化弄人！我曾经发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见霍天都。没想到老天爷真会捉弄人，兜了这么大一圈，竟然让我落在霍天都安排的山谷里面。还遇见他的女儿。前辈，你究竟是谁啊？林慕华。林慕华，你是林慕华，玉罗刹。我爹是兵部侍郎卓继贤。卓继贤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年你为了抢夺军粮，杀了我爹娘。似乎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当初为了建立明月峡，我的确抢了几次军饷，也杀了不少人。既然你觉得是我杀的，就算是我杀的好了，我林慕华的账上不差多2条人命。你该死！
周大哥，我自己做的事，没有资格后悔。况且后悔愧疚，并不能改变一切。我一直以为我不能亲手为我的爹娘报仇。周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！就算你真杀了他又怎么样？能改变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无非是多一条人命罢了。你不用阻止他，我不需要你替我求情。杀了你也消除不了我心中的恨。我所失去的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哪怕是用你的命来弥补，也弥补不了。玉落茶还活着，难道命中注定了我们的相遇？当初因为这份仇恨，撕裂了我和霓裳之间的爱。我若是亲手杀了玉落茶，岂不是让霓裳再度承受失去师父的至痛？我如何能下手？霓裳，这份痛由我来扛。周大哥，我爹曾告诉我，前辈所练的武功虽然威力惊人，但却让他深受走火入魔之苦。如果一旦发作，便会在自己毫无知觉的情况下，无法控制的乱杀人。因此，他犯过的很多大错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。卓大哥，卓大哥，谢谢你，今天没有杀了前辈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前辈的心智完全丧失，无法控制自己，虽其罪可诛，但其情却可悯，不是吗？当初我以为林木花已死，再也没有报仇的可能。我曾经渴望能用我的双手替我的父母报仇，但等到真的有机会了，我却想，若没有相见多好，至少我能将这份仇恨埋藏在心底。卓大哥，放下所有的仇恨，或许会让你轻松点。但是前辈的负罪感会陪伴他一生。霓裳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一定会回来。之前我因为没有剑谱，练功才会走火入魔，但如今天狼剑谱已在手中，为什么
我总觉得自己体内的真气还是无法随心所欲，甚至心口的疼痛更剧烈了。那个卓一航真是没用，还说替他父母报仇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敢一剑杀了我。前辈，仇恨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卓大哥也不是说打不过你，他只是……你以为卓一航下不了手，是因为他宽宏大量，以德报怨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滚！还轮不到你对我说教。这坠子就是幽昙花。其实，这本笔记和这个坠子，是我爹生前的遗物。爹生前交代过我，让我一定要转交给前辈。前辈，我告退了。木华，无论当初原因为何，我终究是那背弃盟誓的无信之人。但若影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已负了你，不能再辜负他。我想，我唯一能为你做的，就是为你找出能彻底脱离走火入魔之苦的办法。你练了天狼剑法，剑走偏锋，走火入魔的方式也极其刁钻。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收集武林中各大门派绝学，希望能从中找到制衡的方法。最后，终于研究出了飞花朱棣。这套武功是我穷尽一生的成果，希望它能顺利交到你的手上，解除你的痛苦。此生无愿与你长相厮守，只盼你能平安终老，天妒。鬼母大驾光临，不知道有何见教啊？我是来提醒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要夺回天狼剑谱，就必须抓到铁珊瑚。但是这个不是之前都说明白了吗？我已经吩咐人，不管生死，必须把铁珊瑚抓回来嘛。
不行，一定得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狼剑谱必须搭配林木华的独门心诀才能练成。但是这个又跟铁珊瑚有什么关系？因为知道这个心法的人，除了炼泥商，再就是铁飞龙和铁珊瑚这对贼父母。我们必须抓到铁珊瑚，让他背出整套心法，否则就算拿到了剑谱，也只是个废物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那好，传令下去，必须要活捉铁珊瑚。是。哼，铁珊瑚，这回我绝对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哼。叔叔，你醒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好像有人重重在我头上打了一棍，接着我就人事不省了。叔叔，是我爹打昏你的。你爹打我？嗯。不用说，他肯定又想搞什么阴谋诡计了。他人呢？抓到没有啊？珊儿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哭。我爹他给烈姐姐杀死了。铁飞龙趁您不备的时候把你打晕，就是想蒙骗我们拿到天狼剑谱，但他的真实身份被他识破了。我是不会怪烈姐姐，是我爹拿我当挡箭牌，来要挟烈姐姐。他还说他生我养我，就是为了让我舍命报恩。珊儿，叔叔，我爹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心啊？珊儿不哭了啊！珊儿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你爹他作恶多端，不顾亲情道义，他能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，也算是了却了他今生的罪孽。这个毒谱是铁飞龙的遗物，是练姑娘叫我交给你的。珊儿，你收着吧。珊儿，你和你爹情分太近，这是他毕生的心血，也是他唯一留给你的东西。虽然他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可他毕竟赋予你生命啊。其实，在我和你爹没撕破脸之前，他曾经告诉我说，他说你在用毒方面很有天赋。珊儿啊，只要你肯潜心钻研，你一定能够立足武林的。不过珊儿，你一定要明辨是非，绝不能像你爹一样四处害人呐。恩公找我何事？你不是想过安稳日子吗？帮我最后一次，我就让你从此隐姓埋名，不再涉及江湖纷争。恩公，希望朱雀怎么做？夺回天狼剑谱，交给慕容冲。天狼剑谱已经落到炼泥商手中，眼下唯有你最熟悉明月峡的内部运作，也是最有机会夺回剑谱之人。但是我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已经被逐出明月峡，众人都对我有所防范。况且炼泥商现在的武功出神入化，无人能敌。朱雀
恐怕犹如使命。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。恩公，当真愿放朱雀自由？我俩合作多年，我可曾骗过你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铁珊瑚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东厂和锦衣卫都在追杀你呢。我可是为了我恋姐姐才留下来的。这怎么说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恋姐姐现在虽然变成了人人闻之丧胆的白发魔女，可是她毕竟还是黄花大闺女啊。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要是万一传出去了，对我恋姐姐的名声多不好啊！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而且呀，现在自从卓一航坠崖以后啊，我恋姐姐的性情变得特别的奇怪。万一她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应付得了吗？没错，恋姑娘她的脾气啊，就跟这天气一样，阴晴不定，我也没有把握能够应付得了。有我在，就可以多一个人帮你解决问题啊。对啊，哎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你不是在看你爹的秘籍吗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既然练武也练不成，那就不要勉强了。练剑也是浪费时间。其实呢，人各有所长。我看你爹既然是用毒的高手，他在这方面有天赋啊。那你是他女儿，也一定有天赋啊。我相信你只要多花一点心思，一定能在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。将来在武林上，也能混口饭吃。岳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也只是实话实说嘛。你说的对，我在练剑上就是没有什么天赋的。如果当初我爹肯脚踏实地的做些自己熟悉的事儿，不是都学别人做什么春秋大梦，最后估计也不会有如此下场。哎，岳大哥，那我以后研究毒谱，你是不是就不教我练剑了？你以后要花时间研究毒谱，哪有时间练剑呢？哎，我可以一边研究毒一边练剑的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你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练毒上嘛？哎呀，你到那边去练吧。哎，就那边。岳大哥，你就教我吧。哎，别走呀！哎，你。师妹，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我视若无睹，冷若冰霜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再给我一个笑脸？当你发狠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给丢了的时候，你有曾想过我的感受？原来师妹是怪我把卓一航送给你的朱棣丢掉的事情吗？
不是已经丢了吗？你终于愿意睁开眼睛看我了。没想到在你心里，我连一只笛子都不如。看来千岁对何恶华用情太深，已经无法自拔了。我得有所打算才行啊。别再喝了，千岁啊！眼下你的武功未成，掌门之位还尚未到手，你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而失魂落魄呢？啊？难道你还要这样继续下去，放纵自己吗？我连一个女人都征服不了，又如何征服得了天下呢？征服一个何恶华，何难之有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能够有办法帮我？千岁，只要你能让他把这个吃下去，他就会乖乖的任你摆布。一旦得到了他的身体，还怕得不到他的心吗？这非君子所为。何必顾忌那么多呀？当初你不也亲手给白石下了药，弄得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你闭嘴！遵命。哎呀，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既然何恶华是你的心病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治好他。你说呢？师妹，
师妹，我真的很抱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对你总是言辞犀利。我承认是我自己妒忌卓师弟，他能在你心中占据那么重的分量。但后来我也想通了，其实我也应该体谅你的心情，我不应该一直对你发脾气的。我更不应该全然不顾你的感受，让你心中备受折磨，而且如此痛苦。我向你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师妹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银耳羹，就当做我来给你赔不是。师妹，你原谅我吧。我早已在和恶华房中的香炉里下了药，无论千岁最后有没有对和恶华下药，他今晚都会成为千岁的人。等一下，大师兄，师妹。你会一生一世爱我吗？
你再睡一会儿。大师兄，你耿少南，你这个禽兽！你说，你到底对师姐做了什么？你说呀！你说，师姐，你说，他到底怎么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有我在。我会保护你的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倒是说啊！出去！让我进去！你们都出去！出去！师姐，耿少南，耿少南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说，你到底对师姐做了什么？请注意你跟我说话的口气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你大师兄。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，你知道的。师姐最喜欢的人是卓师兄，你到底是用的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逼师姐就范？哼！我耿少南做事情向来是光明磊落的。是。我承认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你小师姐，但是我从没用任何卑劣手段强迫她做什么事情。刚才你所看到的一切，是我们两个人两情相悦的。你说谎！师姐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，我不相信。就算是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相信师姐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你师姐已经把身子许给我了，相不相信还要你来说吗？耿少南，没想到你连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，竟然还破坏师姐的名声。我们武当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子？还枉我口口声声叫你大师兄，你根本就不配，更不配做我们武当的掌门。我做不做武当的掌门，可不是你兴隆子说了算。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去替卓一航杀了练霓裳，当武当的掌门呢？你难道就不怕我把这些事情都去告诉师叔吗？你现在就去，你可以不顾及我的名声，但你顾不顾及你师姐的名声呢？你说了算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难道是我不够爱卓师兄吗？我怎么会对大师兄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
周师兄，我对不起你。爱，谁为何会有情？都是谁的朋友？不是说好一起到白头，也说过。